老人戒酒相当于作死，人老了还要不要戒酒？医生一次性说清。张爷爷年过60，每天傍晚都会摆上几碟小菜，倒上2-3两白酒。然而，小张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老年人饮酒危害的文章，心生担忧。他将这篇文章转发给了爷爷，然而爷爷却不以为然，坚称自己身体硬朗。爷爷还觉得一把年纪戒酒，乐趣全无。那么，人老了还要不要戒酒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1. 饮酒危害大，老人更危险。酒精会给人们的整个身体、经济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，这一观念基本已经成为共识。酒精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较为宏观，难以调控和管理，我们更关注酒精对于身体的伤害。酒精对于五脏六腑、神经系统都有着极大的危害性。老年人的身体特征又有特殊性，包括身体衰老、器官老化、疾病缠身等方面。因此，通常来说，建议老年人戒酒，毕竟饮酒是为数不多可以控制的方面之一。那么，饮酒对于老年人的危害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？1. 酒精危害肝脏。即使是对于年轻人来说，酒精对肝脏的危害也不容忽视。我们都有个大体的印象，即肝脏承担着代谢酒精的责任。然而，代谢酒精对肝脏来说本身就不是一个有益的过程，只会让肝脏被逐渐耗竭。随着时间流逝，老年人的肝脏本就愈发衰老，这种情况下，肝脏对酒精的代谢能力只会大打折扣。因此，老年人群中酒精相关性肝病的发病率很高。这些疾病会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，比如皮肤问题、眼睛疾病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老年人都有慢性疾病，且正在服药。正所谓是药三分毒，肝脏也在药物代谢中发挥着作用。可想而知，酒精和药物一同存在于身体里，可能会引起肝脏的超负荷运转。这种情形有可能进一步诱发其他身体不适乃至疾病。2. 酒精与睡眠。尽管老年人有时候睡得更多，常常小憩或者打盹，但其睡眠质量往往没有那么好。而酒精对睡眠质量的不利影响几乎也成为了共识，无论是宿醉还是微醺，身体内部器官都在紧锣密鼓的加班处理酒精，并不舒适。表面上看，饮酒的人可能很快就会昏昏欲睡，然而实际上，研究结果已经明确指出，其睡眠质量比日常不饮酒时的质量更差。当酒精对睡眠的不利影响遇到老年人因衰老而降低的睡眠质量，只会给老人的身心健康带来双重打击。3. 酒精与中风。一项研究指出，酒精摄入是中风的风险因素之一。另一项涉及16万中国成年人的研究也发现，增加酒精摄入量后，中风风险也会增加。科普中国也明确提出，长期大量饮酒是中风的危险因素。原因可能是饮酒会让血压升高，高血压的状态与动脉硬化有关，从而可能造成脑梗塞。4. 酒精与神经系统。老年人的神经系统健康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。中国科学院的一篇文章曾经指出，大脑也是酒精的代谢器官，同时也有其他文章报道酒精中毒性脑损伤、酒精引起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等问题。柳叶刀的一篇研究文章表明，酒精使用障碍是痴呆症的风险因素，这可能与酒精对大脑的毒性有关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些研究对酒精与中风和痴呆的关系有着不同的见解，比如认为老年人戒酒反而更加危险，会增加中风和痴呆的概率。然而这些结果是根据既有数据得出的，没有数据即是完美的。这样的研究结果在套用到每个老人身上时，可能会存在偏差。5. 酒精与心理健康。我们素来有戒酒消愁愁更愁的说法，研究也告诉我们，酒精与焦虑、抑郁等负面情绪相关。换句话说，并不是饮酒后老人就会获得欢乐和轻松，大多数时候饮酒都是一种不那么有效的，甚至让人感觉更糟糕的应对之举。研究已经指出，饮酒可能会让老年人的负面情绪增多，长此以往，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到威胁。2. 少量饮酒，风险也大。我们可能听到过小酒怡情等的说法，有的老人也会认为过量饮酒有危害，我每天都只喝几口，不就成了？那么少量长期饮酒是否就可以忽视酒精的危害呢？事实上，
少量的酒精也会给老人的身体带来潜在的风险。已经有专业人士指出，没有安全的饮酒量这一说辞。民间小酒怡情、酒能活血等的观念根深蒂固，国人的酒文化也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这也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。已经有科学家，包括生物学者、医学人士等，围绕少量饮酒的风险展开了研究，目前难以得出明确的因果关系。然而，这些研究启发我们，少量饮酒长此以往，也可能关联一系列健康隐患。例如，曾有一篇文章表明，在一些地区，少量饮酒也与中风相关。老年人对于酒精的耐受力下降，敏感度提高。这时，少量的酒精也会增加很多风险，包括酒精中毒、患上眼疾、反应迟钝、易跌倒等。老年人往往有着各种慢性疾病，如高血压、高血脂等。老年人中风的风险更高，身体平衡能力等方面的表现也有所下降。这种情形下，酒精更可能成为无形的杀手。3. 戒酒之外，乐趣尚在。老人喜欢饮酒，有一部分原因是长年累月的习惯使然，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借酒消愁，排解老年期的孤独、无聊感。无论是何种情形，可能在心理层面都产生了一定的依赖关系。正是因为这样，老人们考虑到时日无多，更加不想舍弃酒精。然而，借助合适的资源，戒酒养生，可能会遇见一段更加美好的时光。并非老人戒酒风险大，任何时候戒酒都会让身心在一定程度上受益。那么，有什么策略有助于无痛戒酒呢？1. 家人的暖心陪伴。独自戒酒是十分困难的，家人的陪伴与监督是十分有效的资源。子女、老伴都可以给予暖心的陪伴，并与戒酒的老人约法三章，逐步戒酒。明确目标又有切实可行的策略，能够让戒酒事半功倍。同时，国人十分注重家庭关系，和睦温暖的家庭关系本身就具有治愈的力量。与冰冷的酒杯相比，美满的家庭具有很强的吸引力。因为社会现实原因，社会上有很多空巢老人，他们也是难以戒酒的群体。可见家人或胜似家人的陪伴是十分重要的。2. 开展社交，结识新朋友。人是社会性的动物，积极主动的去展开社交，结识同龄老人或者无意间开展一段忘年交，都有助于老人的心理健康。心理愉悦，也会减少对酒精的依赖。和新的朋友一起进行多样的活动，或者仅仅是散散步，又或者是坐下来唠唠家常，都可能让人感到开心。社交活动也会充实生活，如果仅仅是一个人独居空室，谁也不见，那样的戒酒可能是痛苦的。然而生活充实时，注意力就会被转移，戒酒的难度也会下降。然而，需要注意发展高质量的关系，照顾自己的内心感受。社交时也可能遇到不那么合适的伙伴，甚至可能遇到骗子，这个时候也需要子女多多关照。3. 培养新的兴趣爱好。近年来，在有关部门、民间组织、多方人员的倡导和努力下，老年人的活动日益丰富，诸如剪纸、广场舞、下棋、冥想等都是值得尝试的有益活动。有些活动，比如广场舞，是大家较为熟悉的，还有一些活动如太极、瑜伽等是大家不那么熟悉的。但是这些活动都有各自的益处，这些活动能够给老年人提供广阔的精神空间，供他们交流、沟通、学习，也提供了情感支持，这对于戒酒过程中的心理适应十分有利。4. 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。戒酒过程中的身心不适感，戒酒之前的身体指标的监测和分析都离不开专业人士的帮助。此外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关于酒精与老年人健康的研究结果也存在争议。医学真相的探寻向来如此，但是所谓健康知识通常也是针对人群整体而言的，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，因此争议和偏差的存在在所难免。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专业人士一对一诊查的原因，对于老人来说尤其如此。应该留意身体的信号，根据医生的分析和建议再行决定。目前，有关饮酒和老年人健康的说法不完全一致，然而，酒精的危害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证据支持。老年人身体的衰老和酒精代谢能力的下降也是客观的事实。最好咨询专业人士，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戒酒策略。
借助家人、朋友、社区伙伴的帮助，参与多样的活动，希望每一位老人都能平安健康，老有所乐。